秦始皇当年竟然是被热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古代的皇帝跟妃子不仅有冰箱，还有空调吗？跟古人比，我们的空调简直弱爆了啊！首先就拿皇帝住的房子来说，皇宫里边很多建筑本身呀就已经具备了防暑的功能。他们不仅建造的高大深广，而且屋顶的四角呢都是翘起来的。这样的设计呢，不仅是因为它好看，也是因为翘起来的时候，屋檐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把中午的大太阳挡住，起到一个遮阳降温的目的。另外，故宫古建筑的这个屋顶啊，木板通常都会铺一层30厘米厚的泥被。这个泥被呢，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隔热层啊，可以吸收大量的来自外边的热气，这样就避免热气呢传到屋里了。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呢，皇帝和妃子们就会利用他们的避暑神器冰箱啊，他们的冰箱叫做冰鉴。冰鉴其实是一种原始冰柜，最早的时候呢出现在战国时期，他们用青铜作为容器，在里边布满冰块，合上盖子做成一个简易的冰箱啊。明代的木质冰箱呢更是一绝，冰箱里边包着一层锡，冰箱上边呢戳几个排气孔，这样的话呢，不仅可以让冰给里边的食物保鲜，还能给房间降个温。而到了更热的时候，皇帝就会给他的妃子们呢安排上另外一个神器——空调房。最早的空调房呢，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的周朝。那时候呢，皇上会让在地底下呀挖个洞，再加点冰，就这样地下室天然的低温加上冰块的冷气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原始的空调房了。到了唐代，李隆基就把这个空调房呢给升了级，在房间里边呢安装了制冷设备，他让工匠呢在房间里的4个角落都安上了水管，然后把水呢引到屋檐上，让凉水从屋檐上滴下来，这样就会形成水帘，水汽多了，屋子里自然就变凉了。而宋代的空调房呢，不仅升了级，还加了倍，不仅选地址的时候呢选在了偏僻阴凉的地方，还在宫殿里边呢摆了数十盆积雪，甚至还融入了净化空气的技术，那就是用人工鼓风机对着房间里的鲜花吹，让房间里的空气呢变得格外清新。不过最奇葩的避暑神器啊，还得数龙皮了。这个龙啊，并不是神话传说里的那个龙，而是蟒蛇的皮。因为蛇呢作为冷血动物，它的皮囊的触感呢，哪怕在夏天都是非常清凉的。但想要制作一张龙皮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啊！毕竟蟒蛇不是谁想抓就能抓的，保护动物不能抓啊。上面几个避暑神器可以说都很奢侈了，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浪费了很多钱。皇帝尽管很有钱，但也经不住一直造啊。所以皇帝和嫔妃们在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呢，会选择吃个冰棍儿，喝个冷饮，或者找一些人工鼓风机啥的。最省钱也是最常用的避暑方法呢，就是去避暑山庄躲着。皇上他们用的避暑山庄一般都是建在阴凉的山里边或者是湖边，比如说最有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建在丛林湖泊的旁边啊。古代人费这么老大的劲儿避暑，不仅仅是因为怕热，还是因为怕死。在医疗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啊，得热射病的最多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秦始皇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呢，闲着没事就到处溜达。他想着，朕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，不得多看两眼呀？但那个时候啊，交通不发达，出门呢只有马车。可这也按耐不住秦始皇要去巡视天下的心。后来在一个夏天，坐在马车上的秦始皇呢，因为天气热导致了支气管炎发作，之后就驾崩了。秦始皇因为避暑不到位而挂了的消息传下去之后，哪个皇帝还敢放松警惕呀？你还听过哪些避暑方法吗？赶紧来评论区留言吧。